我们知道啊，国内70%的投资者啊，大部分都是在牛市，也就是股市大涨之后才开始投资指数基金的。那么如果在牛市，也就估值很高的时候开始定投，即便你采用前面的2种智能定投的策略，那仍然会面临很大的亏损。所以啊，我们在定投指数基金的时候，一定要把估值结合起来。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讨论一个很多人关心的问题。指数基金定投到底应不应该定期定额投资呢？那就先解释一下定期定额这几个字。定期定额啊，就是说选定一个固定的日期，然后投入相同的金额。比如说每个月1号定投2000块钱指数基金，也就是说每次定投基金的时间和金额都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啊，针对现在 A 股这种震荡的局势啊，我不建议大家采用定期定额的定投方式。为什么不建议啊？因为啊，如果短期内指数基金下跌了，那么它投资的价值实际上是提高了。我们一直在说啊，要在指数基金低估的时候才应该加大投资。那么指数基金啊，可能1年内就有上下30%的波动啊。就可能会出现高估值，也可能会出现低估值。那要怎么投资才会更加的合理呢？那就是啊，我们要在指数基金处于低估的时候啊，加大定投的金额，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收益。我们都知道啊，指数基金有一条微笑曲线，我们在微笑曲线的左侧跌的越多，我们买入的越多，那么到了右侧的时候啊，它不需要涨得太多，就能开始盈利了。那有几种定期不定额投资的方法呢？详细介绍一下吧。定期不定额啊，最主要的可以分为3个类别。第一种啊，就是基于均线的策略，也叫均线模式。第二种啊，就是价值投资的策略，也叫涨跌幅的模式。那第3种啊，就是估值的策略，也叫低估模式。好像光有概念完全不懂哈，那具体要怎么去操作呢？如果啊你用支付宝来定投指数基金啊，你就会看到在选取定投的时候，旁边有个智能定投的选项。你打开智能定投之后，有3个选项：低估模式、均线模式和涨跌幅模式。说一说这些模式吧，先说一下均线模式。均线啊是我们股票投资最经常用到的参考数据了。用的就是过去一段时间的平均价格绘制出来的曲线。比如说支付宝的均线模式啊，你可以选择500日均线，也就是说最近的500个交易日的平均的价格。如果啊当前定投的金额高于过去500个交易日的平价格，那么这时候定投就会少投一些。高的幅度越大，定投的金额减少的越多。那么相反啊，如果当前的价格低于均线的价格，那么定投的金额就会多投一些。这种方式有什么缺点吗？这种方式它确实有个缺点，这种方式的适合的指数基金的品种比较有限。我们知道啊 ，A 股的指数基金有非常多，但如果我们采用这种均线模式的原理啊，那定投每只指数基金参考的应该是对应的指数的均线。但是啊，我们发现啊，支付宝的均线模式啊，它只能参考沪深300、中证500和创业板这3个主要宽基指数的平均均线。意思是只有这3种宽基指数它才可以做到均线模式，还是说就是不管是什么指数，它都只参考这3个指数？就是支付宝只有这3个指数的参考历史数据，你如果投资其他的指数基金，它也只能参考这3种。那就会出现不准的情况，是吧？没错，这就是它的缺陷了。懂了。那讲讲第2种，价值平均策略吧，它又是怎么去运作的？好的，这就是支付宝智能定投里面的涨跌幅模式啊。简单的说啊，价值平均策略啊，就是给手里的指数基金设定一个市值的增长的速度。比如说，我们设定目标就是让手里的指数基金啊，每个月增长1000块钱。具体操作是这样的：第1个月我们买入1000块钱指数基金，第2个月我们打开账户，发现市场下跌了，我们第1个月买入的指数基金现在只剩下950块钱，
那么按照原计划，第二个月需要持有2000块钱指数基金，所以就需要投入1050块钱。那第3个月我们目标是3000块钱，这时候我们打开账户，发现指数基金上涨了，我们现在持有2100块钱的基金，那么这样子第3个月我们只需要投入900块钱，就能保证3000块钱了。那照这么听下来，好像它蛮符合那个微笑曲线的哈，上涨时就少买一点，下跌时就多买一点，听起来好像还不错哈。那这个策略有什么问题吗？这个策略它确实也有个问题，就是如果遇到股市大幅下跌，那么就需要你短期内拿出比较多的资金来补仓。比如说我们持有50万块钱的指数基金下个月的目标是51万，但是如果遇到股市大幅下跌30%，这种情况还是有可能会出现的。那么我们持有的指数基金价值就变成了35万，这时候要达到51万，那就需要拿出16万，这可就不是一个小数字了。那有什么解决办法吗？解决办法就是有些投资者会对这个价值平均策略每个月定投的金额设定一个上限，就是说如果你一次性要买入很多的时候这时候你可以给它设定一个上限，比如说每个月最多只能投入1万块钱，这样压力就会小很多了。就是相当于你不要把我账户里的钱全都用去买这个股票基金，我只给你一个最大的限额，就可以这么理解哈。是的。那第3种估值定投策略呢？对于估值就是最好在指数基金处于低估的时候去投资，这样就能获得更好的长期收益。我们知道国内70%的投资者大部分都是在牛市，也就是股市大涨之后才开始投资指数基金了。那么如果在牛市，也就估值很高的时候开始定投，即便你采用前面的2种智能定投的策略，那仍然会面临很大的亏损。所以我们在定投指数基金的时候，一定要把估值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尽量在熊市，也就是说指数基金处于低估的阶段开始投资。而对于同一只指数基金来说，通常就是估值越低，那投资的价值就越高，也就越值得你投入更多的金额。这就是基于估值的定期不定额的定投方式，也是我一直长期实践的。我们打开支付宝智能定投它默认的也是选用这种估值的模式的。那前面的2种都有缺点，那这个有什么缺点吗？这种方法是为指数基金量身打造的，只适合指数基金，不适合主动基金。这是因为指数基金它具有公开透明的特点，一只指数基金有什么股票，每只股票持有多少比例都是事先确定好的，所以就可以根据持有股票的具体的财务数据计算出相应的市盈率、市净率等估值指标。但是如果是投资主动基金那么基金经理投资什么股票，它是不会及时透露，所以就没有估值指标。所以就是它第3种估值，它就很适合去投资指数基金。那听完了就是这3种方法，那应该怎么去选择就是它的那个模式呢？确实每种方法它都有自己的特点。第一种均线模式操作简单，但是适用范围比较窄，它只适用沪深300、中证500和创业板。那第二种价值平均策略，它如果遇到熊市，它需要大量的资金，执行起来比较机械化。那第3种它虽然只适合指数基金，但是它非常符合价值投资的理念。所以我们在支付宝定投指数基金它默认打开的就是低估模式，我觉得这应该是最符合我们的。当然关键要记住不管选择哪种方式，核心的思想都在于低估的时候多投，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长期的收益。今天我们学了很多这种专业的定投策略其实你可以现在就打开你的支付宝，然后呢找到那个基金的页面，然后搜索一只沪深300的指数，它下面就会出现一个定投，里面它就会出现普通的定投和智能的定投，你都可以打开你的支付宝自己去尝试一下，去点一点看一看。然后呢今天我们学习了非常多的这种定投的策略你来总结一下吧。好的，那我就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要点吧。定投不一定就非得定期定额投资，它可以采用智能定投。那第二，3种智能定投的方法它各有优劣点。
那第三啊，这3种智能定投，它核心思想都是在指数基金低估的时候加大投资，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长期的收益。今天的内容其实蛮干货的，尤其是在基金智能定投这一块啊。如果大家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帮我们点赞订阅，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定投的心得。好的，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是建平，我是艾拉，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拜拜。